当杀完人，处理尸体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入绞肉机里打成肉泥，随后混合在饲料里倒入猪槽中，这样就没人能发现尸体的存在。最后经过营养的灌输，这只猪仔会摆在餐桌上，形成完美的毁尸灭迹的供应链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欢迎观看最新惊悚韩剧《赌金》的第5期。习主在当铺里清理地上的血渍，而刚刚的尸体正是习主的继父小玉。作为处理尸体的人，习主特意拿出一根金条当做酬劳。为了在之后能处理到更多的金条，小玉替习主准备了一张假身份证，方便后续开银行账户和售卖。证件上的女人和习主长得极其相似，而原主人早就死在黑帮的手里，甚至被卖掉所有器官。小玉之所以会说这些，就是借机敲打习主，警告对方千万别耍花样，否则下场就会和原主人一样被卖掉器官。而在小玉的认知里，金条还剩8根，为了尽快将金条脱手，小玉决定加快交易的速度，由每天1根变成2根，争取在2周内将其余8根金条全部出售。随后，习主来到二手车市场买车，表面上是要卖车，实则是想要老板的走私渠道。因为习主还不够信任小玉，所以想要为自己留条后路。接着，习主又拿出一把手枪，询问老板是否能弄到子弹，实际是在试探老板的能力。刚开始，老板本不想理会，当听到习主说钱不是问题后，就改变主意。原来老板表面上是售卖二手车行的，背地里却是当地有名的走私犯，非常喜欢像习主这种大客户，因为有些非法物品就需要这种人傻钱多的人来购买，还细心的教导习主如何上膛和扣动保险装置。等一切教导完后，老板又主动拿出1盒子弹，甚至不要习主的钱，就当作是见面礼赠送，为了就是以后能让习主想要什么买卖都来找自己。可当习主刚离开不久，老板就在窗口像看猎物一样盯着对方，随后驾驶买来的新车来到藏匿金条的矿洞，小心挖开表面的泥土，从里面取出2根金条带走。可单纯的习主没意识到车上有记录仪，正因为如此，会在后续里暴露出藏匿金条的位置，同时会长找不到棺材的下落，彻底失去耐心，警告老朴必须在1周内找到棺材，否则就等着五马分尸以及器官贩卖的下场。老金也通过监控发现杜庆的同伙是一名女性，可两人并不知道偷走黄金的人是习主，反而将目标锁定在安检组长车流进的身上。老金也在车组长的车上安装了 GPS， 只需要等待对方前往真山，就能顺利找到棺材。老朴拿到车组长的资料后，立刻用会长的名头让老金停止调查此事。可老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对方分明是要卸磨杀驴，独吞金条，毕竟那可是能令人疯狂的1吨黄金。当晚，老朴又来到医院，找到杜庆还将掌握的情报全部说了出来，不由得让杜庆感到紧张不已。当听到老朴说出共犯是车组长时，这才让对方长呼一口气。面对老朴的逼问，杜庆依旧不肯开口，让老朴彻底失去耐心，当场放下狠话，若是不说出共犯到底是谁，那只好把跟你有关系的女人通通做掉。隔天，杜庆立刻拨通车组长的电话，并要求对方赶紧去国外待一阵子。这反常的举动引起车组长的怀疑，因为车组长早就猜出这一切和棺材有关，而他再也不伪装了，直接说出棺材里藏着金条的真相。当听到这里，杜庆直接挂断电话。与此同时，习主刚回到当铺，就发现一滩没清理干净的血迹。正当他拿着抹布在努力的清洗时，车组长突然发来一条短信，上面显示让习主立刻回拨电话，否则就把你出现在真山事情告诉警方。习主只好回拨过去，组长就拆穿是习主藏匿金条的事情，并约定晚上在一家酒吧见面。当2个人碰面后，车组长直接谎称杜庆已经将棺材里藏匿金条的事情告诉我了，还让你告诉我金条藏匿的地点。但习主根本不相信对方所说的话，若是直接说出自己的小命恐怕不保。同时老金也通过 GPS 定位到车组长的位置，老朴得知消息立刻带着手下前往酒吧。小玉也收到组织传来车组长的信息，觉得情况不对的小玉立刻拨通习主的电话，可由于酒吧里的音乐声震耳欲聋，习主根本没听见电话的声音。车组长也显然没什么耐心了，自己已经成为警方的重点嫌疑人，现在必须得到金条出国避难。接着让习主考虑3分钟再做决定，等车组长去跳舞的间隙，习主这才发现小玉打来的电话还有车组长的所有信息，而老朴也已经带着手下来到酒吧。习主也在和小玉的通话中得知，老朴已经带着手下去找车组长了。虽然习主不想帮车组长，但为了避免自己暴露，绝不能让车组长落到老朴的手里。趁着现场人群混乱，拉起车组长准备离开，刚要去大门，就撞见老朴在前方。幸好两人反应及时，躲过对方搜查，最后有惊无险的从楼梯口来到停车场。原本以为甩掉黑帮的搜查，却没料到被守在外面的老金发现，最后在对方来临之前开车迅速离开。虽然老金看清了习主的样貌，但不知何原因没有追上去。习主带着车组长回到母亲的当铺，本想让对方先在这里凑合一晚。当车组长得知当铺里只有习主1个人时，车组长趁着对方不注意，拿出电击枪将习主电晕，随后又来到习主的车里摘下记录仪，并从里面发现对方藏匿金条的位置。而车组长的贪念也彻底展露，萌生出独吞全部的金条想法。同时电晕的习主被电话铃声惊醒，原来是小玉打来的电话。习主挣扎地从兜里将手机弄在地上，随后艰难地用下巴按下接听键。小玉刚听见习主发出的呜咽声，立刻就意识到出事儿。
这时，习主听到车组长返回当铺的声音，迅速的将手机藏到身下。 자기 탄광에다 금괴 숨겼지. 저기 저 밖에도 소판이 잔뜩 껴있던데 여기 7번 복도 끝에 여기 폐탄광 맞지? 갱도 안 해. 어? 车组长为了不让藏匿金条的位置暴露，居然往酒里加入未知的药片，随后再灌输在习主嘴里的抹布上。接着，车组长拦下出租车回去取车，再前往矿坑把金条全部带走。而习主可没有他想象中那样死去，习主拼命来到桌边，硬生生蹭掉嘴里的抹布。当习主跌跌撞撞地走出当铺时，小玉也刚好赶来。刚才两人的对话被小玉听得一清二楚，现在必须抢在车组长之前转移金条，否则习主和自己都会遭到黑帮的报复。本以为车组长已经在前往矿坑的路上，却不料对方刚回到自己的车上，后座就传来陌生人的声音。原来老朴在酒吧没找到车组长，才在车上等候。老朴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，直接用绳子死死勒住车组长的脖子，随后又拨通杜庆的电话。 지금 계장님 애인이 목이 졸려서 막 숨이 넘어가기 직전인데 살릴지 죽일지는 계장님 말 한마디에 달려있어요. 건 어딨어요? 可杜庆知道，一旦说出金条的下落，老朴也从没打算放对方活着离开。就在车组长即将断气时，立刻说出金条藏在矿洞里，这才让老朴暂时松掉手中的绳索。当老朴看到车组长递过来的行车记录仪，并没有放过对方的意思，因为少一个人知道金条藏匿的位置，老朴就有办法将所有金条独吞，最后用绳索硬生生将车组长给活活勒死。而杜庆也通过电话得知，老朴已经知晓金条藏匿的位置，于是立刻给习主发去短信。老朴看着车组长包里的2根金条，内心的欲望被彻底点燃，甚至每一块都是10千克的重量，而棺材里整整有1吨重的金条，折合人民币就是10亿，约2000亿韩元。是谁得到这笔财富都不会淡定，究竟是习主和小玉能够抢先转移金条，还是最终被老朴全部夺走？最新惊悚韩剧《赌金》第5期就此结束。